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本月18号至1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在随后19号至20号，普京将访问越南。据悉，这将是普京时隔24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也是金正恩首次以朝鲜最高领导人身份接待俄罗斯元首来访。外界预计双方将在多领域加深合作。韩国《韩民族日报》评论称，此访将为俄朝加强全方面战略合作的新契机，这令美西方国家极为警惕。美国五角大楼今年5月就曾发布报告渲染称，俄罗斯正在乌克兰使用朝鲜制造的弹道导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在本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就相关问题作出回应。原则上讲，中方欢迎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巩固和发展传统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和平峰会召开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发表讲话，开出了2年多来的第一份停火条件，包括乌军从东部4个地区撤出、书面承诺不加入北约，以及美西方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等。Как только в Киев заявя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ы к такому решению и начнут реальный вывод войск из этих регионов, а также официально уведомят об отказе от планов вступления в НАТО,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буквально в ту же минуту, последует приказ прекратить огонь и начать переговоры. 这些条件立即被乌克兰和北约方面拒绝。乌总统办公室回应称，俄方开出的条件包含领土诉求，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建议。但有瑞士媒体报道称，虽然普京开出的条件被拒绝，但很显然，这些内容成为了和平峰会上没有被摆上台面的潜在议题。距离俄乌之间能够产生实质性成果的和谈的条件依然不成熟。另外一个侧面也表明，乌克兰方面还没有说认输服软，在得到了西方的大力的援助以后呢，现在其信心和最后的取胜的欲望还没有衰竭。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周日在瑞士落幕，虽然发布了会议公告，但14个参会国并未签署。您对此如何看？此次瑞士和平峰会还是非常受关注的，90多个国家代表出席，其中有57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是政府首脑出席。这不仅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在联合国以外召开的最大规模的峰会，也是几十年来没有出现过的就某一国际和平安全重大议题召开的国际峰会。在此之前呢，沙特曾经主办过围绕俄乌冲突的国际会议，但是规模没有瑞士这一次这么大。因此呢，从外交活动来说呢，瑞士和平峰会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情，显示了瑞士在国际外交网络中的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和平峰会的召开，尤其是如此大规模的会议，不可能达成实质性的成果，众口难调。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会议，很难在不到2天的会议中超越集体行动的困境，达成实质性的共识。这与2战期间的几次影响重大的峰会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更认为说，这次峰会主要是外交层面的，具有比较强的仪式性。乌克兰借着此次峰会可以占据全球舆论的中心，获得道义和外交的支持。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第3个年头，对乌克兰来说，让这一议题成为国际舆论焦点还是非常重要的。从峰会的议题以及后来发表的联合声明，可以说这次峰会并没有在俄乌冲突议题本身琢磨，主要涉及到核安全、粮食安全、战俘交换等等。因为俄乌冲突外溢出来，对全球的核安全、粮食供应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对联合国宪章以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表述，都在过去2年中反复被提及，在之前出现的提议、方案和声明中呢都有体现。与此同时呢，俄罗斯虽然没有出席峰会，但是俄罗斯是不在场的参与者。一方面呢，俄乌冲突的主要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冲突。另外一方面呢，峰会之前，普京总统提出了俄罗斯的和平方案，虽然被乌克兰拒绝，但是也是瑞士和平峰会潜在的话题。土耳其、沙特、肯尼亚等国的代表呢，也提及说要俄罗斯参与其中，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普京通过提前发表和平方案，也蹭到了瑞士峰会的热度，可以说是以进为退的外交努力。需要看到的是呢，此次瑞士和平峰会的与会代表不少来自全球南方国家，但是发表声明的时候呢，印度、巴西、南非等大国并没有署名。
其中折射出的是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层的结构。俄乌冲突终归是欧洲体系内部的纷争。从历史来看，近代的200-300年，中东欧这一巨型的巴尔干半岛战争不断，世界一半左右的国家并没有参加峰会，这也显示出俄乌冲突的地缘属性。另外呢，一些中小国家与会也反映出俄乌冲突的外溢对很多国家产生了冲击。因此呢，这次和平峰会最大的成果可以说是凝聚了和平的共识，表达了和平的意愿。俄乌双方都表现出对和谈持开放态度。下一次和平峰会可能俄乌双方都会出席。如果是那样的话，峰会可能会更具有战略意义。俄乌双方提出了和谈条件，但是双方的立场相差甚远。那您认为距离和平还有多远？瑞士和平峰会距离俄乌冲突的终结还有距离，但这次峰会期间，俄乌都表达了各自和谈的条件。乌克兰此前提出的诉求，并没有在峰会期间得到充分的体现。泽连斯基总统提到，只要俄罗斯撤军，就可以展开谈判。应该说呢，这要比之前的要求降低了一些。而普京总统提出的要求呢，也是让乌克兰撤军，从乌克兰东部4州撤军，并且不加入北约。此前不断强调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也在考虑之中。从双方的表态能够看到，领土成为和谈与否的关键，这也进一步呈现出俄乌冲突的逻辑和本质。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如果在战场上没有比较明显的结果，和谈可能就难以有效的展开。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互有攻守，前段时间因为援助迟缓，乌军处于下风，俄军呢试图在哈尔科夫打开缺口，但是呢，随着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弹药进入战场，尤其是陆军战术导弹，使得乌克兰频频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一直受到关注的 F-16战机呢，即将进入战场，这可能对战场的态势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更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克兰已经与包括七国集团在内的10几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安全协定，而北约对乌克兰也做出了持续10年的援助计划。俄罗斯面对的是七国集团以及欧美共同支撑的战争机器，在这些武器装备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之前呢，各方并不急于进行谈判。至于普京总统提出的让乌克兰从乌东4州撤军才能进行谈判，可能对俄罗斯的战略和外交的态势并不有利。当然，普京总统也可能是说给国内民众听的，俄罗斯已经转入战时经济，但是长期的消耗战必然会让俄罗斯元气大伤。在过去的2年多呢，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成本，取胜是俄罗斯的目标。但是正如战略学家利德哈特所说的，如果在战争之后国家的地位没有得到改善，那就说不上是胜利。俄乌以及相关各方追求的胜利优先于和平，这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的态势。